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ckey。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等你准备好，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鼻头国之梦。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过着无聊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在睡梦中进入了鼻头国。那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奇怪规定与高科技弹力红线的社会。在其中，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识和语言，而我却能与他们自由沟通。我的冒险从厨房开始，我打开冰箱，里面的食物都向我打招呼，邀请我品尝它们。我随意地取出一瓶啤酒，他告诉我它是来自鼻头国最好的国有酿酒厂，而且还有一个秘密成分。我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他却不肯说，我只好将它打开，尝了一口。啤酒在喉咙里滚动，带着一种辛辣的味道，让我感觉像是喝了火焰。这是什么啊？我咳嗽着问。这是鼻头国特有的产物，叫做假酒。啤酒得意地说，这可是高科技产物。假酒？你在开玩笑吧？我不敢相信。不，这是真的。在鼻头国，所有的食物都要加一点高科技，这是规定。啤酒说，规定？这是什么规定？就是规定啊，你不知道吗？在鼻头国，所有的事情都有规定，规定就是法律，法律就是真理，没有人可以违反规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啤酒解释，是谁制定了这些规定呢？那当然是鼻头国最伟大的领袖大鼻子王啦，他是全国最聪明、最英明、最正义、最仁慈、最勇敢、最帅气、最有趣、最有才华、最有魅力、最有气质、最有品味、最有风度、最有格调、最有气势、最有气派、最有气度、最有气象、最有气场、最有气息、最有气味、最有气味的人。他用他无比智慧的大脑，创造了一套完美无缺的规定，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啤酒说道，哇，他真是太了不起了。那他长什么样子呢？我好奇地问。他长得像一个大鼻子啊。你没看过他的照片吗？他的照片挂在每个地方，每个人都要每天朝他敬礼，感谢他的恩典。啤酒说，我没看过啊，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什么？你是第一次来鼻头国？你是哪里来的？啤酒惊讶地问。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阿巴绕光，你听过吗？我在睡梦中来到了这里。睡梦中？另一个世界？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疯了？啤酒不相信地问。我没办法决定我会梦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梦到这里。啤酒听着听着，然后突然发出了尖叫。啊，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怎么可能啊？这太可怕了，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惊慌，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我一觉醒来，我就离开这里了。错，这是最大的错误，你违反了大鼻子王的规定，你触碰了高科技敏感红线，你挑战了鼻头国国家安全的权威，你将惹火整个鼻头国，你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他们会找到你，他们会抓住你，他们会折磨你，他们会杀死你，然后再把你的屁股挂在城门上，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你的下场，作为一个警告。啤酒恐吓着说，别吓唬我了，我才不怕他们呢，我可以随时离开这里，回到我的世界，他们找不到我，他们抓不住我，他们伤害不了我。哼，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以为你很安全吗？你太天真了。啤酒的大吵大闹跟尖叫声引起了屋子里其他食物的注意，包括冰箱底层的、柜子底下的、垃圾桶里的，他们纷纷涌出来，围住了我，用责问、嘲笑、恐吓的语气对我说话。我感觉到一股压力，想要逃离这个疯狂的场景。但是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别怕，我来救你。有个声音说道。我转头一看，发现是一个面包，它的外表普通，看起来很难吃，但是他的眼神却充满智慧跟勇气。他某种神秘技巧把包围我的食物都赶到冰箱里面，再用他的面包皮关上了冰箱门，然后对我说，搞定了，快跟我走，不然他们会把你吃掉，吃掉。
它们不是食物吗？我惊讶地问。是啊，但是它们也会吃人。这是鼻头国的另一个规定，所有的食物都要定期吃人，以保持自己的新鲜度跟活力。这是大鼻子王为了防止食物浪费和过期而设立的制度。这个冰箱门撑不了太久，我们快走吧。等等，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吃我呢？我停下了脚步，看着面包的背影。别担心，我不同于他们，我是一个反抗者。我反对大鼻子王的统治，我反对他的规定，我反对他的高科技弹力红线。我相信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监控的世界，一个人和食物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所以我决定帮助你，因为你也是一个反抗者，你来自另一个世界，你有自己的思想和梦想，你不属于这里，你是我的盟友。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怎么知道我的梦境？因为我听到你刚才跟啤酒的对话了。我也是从梦境中来到这里的。你也是阿巴绕光对吗？阿巴绕光是我的故乡，那里有着美丽的风景和友善的人民，那里有着自由和平等的氛围，那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意。没错，我是阿巴绕光人。但是阿巴绕光没有你说的这么美好。阿巴绕光这个国家其实也有很多怪胎跟白痴。你说的对，没错，阿巴绕光的确有很多白痴。尽管如此，那里依旧是我的天堂，无论如何都比这里好太多了。有一天，当我睡着了之后，意外来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被困在这里，变成一个食物了。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我一直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只有在梦境中才能与其他世界连接。所以当我听到你说你是从梦境中来到这里时，我就知道你是我的机会。如果你能带我回到阿巴绕光，或者任何一个不是鼻头国的地方，那就太好了。真的吗？你真的可以跟着我走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我们是梦境的旅人，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我们是反抗者，我们不怕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规定，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就能创造奇迹。面包说，那好吧，我答应你，我会带你离开这里，回到我们的故乡，或者任何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跟着我吧，我有一个计划。面包说，什么计划？我问。你看那里，那是一台山寨的日本微波炉，它是鼻头国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之一，它可以将任何物质加热或冷却，甚至改变它的形态和性质。它也是一个传送门，它可以将物质传送到任何地方，只要输入正确的坐标和密码。而且它也是一个梦境机器，它可以让人进入梦境，只要输入正确的频率和代码。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它，我们就能够逃离这里，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这山寨品也太厉害了吧？那是什么神奇功能？正版的几乎比不上啦。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利用它呢？很简单，你只要把我放进去，然后按下开关就行了。这也太简单了吧？把你放进去，你不会被烧掉吗？不会的，因为我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看这个。面包从他的胯下的面包皮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这是什么？我问。微波炉里面不能放金属制品，这是常识吧？没错，但是这不是正常的微波炉，它是山寨的日本微波炉。而我手中这个是一个遥控器，它可以控制微波炉的所有功能。它也是一个解码器，它可以破解微波炉的所有密码和代码。它也是一个通讯器，它可以接收和发送任何讯号和频率。它也是一个记忆器，它可以储存和读取任何坐标和梦境。它也是一个保护器，它可以防止微波炉对我的任何伤害和干扰。它是我的最佳伙伴，也是我的最后希望。哇，你讲这一大串已经浪费掉不少时间了。我说，不过你真厉害，你怎么弄到这个东西的？这是我的秘密。不过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快点行动吧，我们时间不多了。他们可能随时会打开冰箱门，阻止我们的行动，甚至报告给大鼻子王的手下。要是消息走漏，他们会派出无数的高科技卫兵来追捕我们，然后把我们送到大鼻子王面前，让他亲自审判和处决我们。
好吧，那我们快点吧。把面包放进微波炉里，然后按下开关。等等，你忘了一件事情。面包说。什么事情？我问。你忘了把遥控器也放进去。面包说。啊，对啊，我说，把遥控器也放进去。好了，现在你只要按下炉子旁边的红色按钮，就可以启动传送程序了。面包说。我发现 MA100 有好多故事都有这个红色按钮，因为红色按钮很万用嘛。好吧，是这个红色的按钮没错吧？对，就是这个。好的，那我按下去了。我说，按下旁边的红色按钮。微波炉里发出了一阵嗡嗡的声音，然后一道亮光闪过，我看到面包和遥控器都消失了。微波炉里恢复了平静，顿时周遭安静的让我感到焦虑。我心中一惊，感觉自己被背叛了。我好像一个人被留下来，因为面包已经不见了。我的天啊，你看到了吗？传送的坐标和密码。面包的声音突然从荧幕里传出来，让我松了一口气。小小的荧幕跳动着，荧幕上显示着一些文字和数字，你要记住它们，然后在梦境中输入它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目的地了。好的，我记住了。那你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在梦境中等你，你要赶快来哦，不然我会担心你的。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那你要保重哦，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那我们在梦境中见吧，再见。荧幕上显示着一个笑脸，然后消失了。我拿起笔和纸，把坐标和密码写下来，然后把它们藏在口袋里。然后我走出厨房，回到我的房间。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象着面包和阿巴绕光的景象。我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巨大的轰隆声，整个房子都在震动。我惊醒过来，发现有人在敲我的门。开门，开门，这里是大鼻子王的爱国卫兵，你被捕了，快点开门，不然我们就要破门而入。我的心跳加速，我的手汗流浃背。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他们一定是从冰箱里的食物那里得到了我的消息，然后用各种人脸辨识、监控系统、监听设备之类的高科技装置追踪到了我的位置。他们想抓住我，带走我和我的坐标密码，然后摧毁我的梦境，让我永远无法回到阿巴绕光。可怕啊，可怕！我知道我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不能放弃我的梦想，我不能背叛我的朋友，我不能屈服于他们的规定。门外砰砰作响，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入睡了。我看着旁边房间的空白墙壁，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手段，也是我最后的希望，只能希望这面墙能把我带入梦境。我跳下床，往后退了几步，接着摆动双手，奋力向前冲刺。故事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有趣吗？我觉得太有趣了，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不过还是结束了耶。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都是 Miki 的错。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